卢沙野与西方谈言论自由，中国外交官的风格之变，抽疼了谁的神经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早在今年4月份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因为一句所谓的失言，质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，引发了欧洲多国政客的激烈攻击。波罗的海3国更是被戳中了肺管子，近80位欧洲议员联署呼吁法国驱逐卢沙野。法国外交部也要求中国就此作出解释。中国驻法大使馆随后发表声明澄清，卢沙野的表态是个人立场。中国外交部也多次回应，尊重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基于友邦惊诧，卢沙野大使的战狼帽子太突出，很可能会被撤职。然而1个多月之后，似乎事态被平息了。关键是几个反华国家突然变得更老实了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：中国外交官员能不能在电视节目中发表个人观点，或者说中国外交官有没有言论自由？西方媒体经常诬陷中国，攻击中国政府没有言论自由，但是又认为中国外交官不能有言论自由，这个恐怕太讽刺了吧。近日，卢沙野大使接受法国独立媒体法律视角的采访，终于展开了对西方舆论的反击。他强调，他的个人言论与中国官方外交政策并不抵触。有些人小题大做了，自己在电视公开辩论中的言论自由应该得到保证。他指出，针对我的个人观点，如果有人不同意，我们可以讨论，没必要对我发起攻击。LCI 电视台隔天就找其他专家批判和谴责他很不厚道。在一些人看来，时隔那么久之后，卢沙野没必要再对他原来的言论做解释。但是我们也要看清其潜藏的信号。卢沙野大使并未如西方预期的那样因为舆论风波被追究责任，依然有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。这也意味着中国外交官也有权利在非官方场合发表个人意见。西方无法剥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。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卢大使所说的话根本就没有错，因为波罗的海3国的确存在苏联解体后缺少法律认定的问题。当然，敲打那些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的原苏联国家，最好的发言者是中国的非官方媒体。但是由于中国媒体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够强大，这个时候外交官以个人身份发表一些符合历史现实的观点，就成为了一种选择。当然，它也符合西方言论自由的精神。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日本。中国退役上将孙建国在中日学术研讨会上，只不过打了一个比方，提了冲绳独立问题，就把日本人给刺激坏了。这些话当然也不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的立场，关键是敲打日本的效果很好，而且他所说的也符合2战后的波茨坦公告关于冲绳地位的规定。西方这次之所以反应这么大，就是不适应中国外交人员的言论自由，显然这就是驰名双标了。卢大使再次站出来，就是要让西方学会适应，这也是在告诉某些人，别再存在什么友邦惊诧论的想法。中国人现在不吃这一套。当然，我们从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来，中国需要有一批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民间媒体和自媒体，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表达一些中国官方不方便表达的立场。日本和波罗的海3国的确需要敲打。卢大使的所谓失言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反思，当然也有惊喜，这个该懂的都懂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